这个月5号晚上10点，台北总统府旁的中爱营区，几辆 CM32云豹装甲车驶上街头，总统赖清德戴上头盔，穿上防弹背心，在宪兵和特勤护送下登车。3路车队，一队车开道，一队则伪装成赖清德坐的车。真正载着赖清德的车，最后钻进大芝山里面，进入衡山指挥所。这套方案叫万军计划。台湾官方说了，这是在演练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有点绕哈。其实直白点就是让赖清德在中共第1轮导弹落下前练习一下怎么撤退。这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第1夜，总共10天9夜，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甚至还让全民都参与了。在8月10日和13日，台湾中北部14个县市首次网络大规模降速半小时，手机网速压到了256千比特每秒。视频、云端支付、加载页面、集体爱的魔力转圈圈了。智能手机秒变会发文字的板砖，减速覆盖了台湾70%人口。过去10几年，华盛顿一直给战争代价加码。彭博估算，台海战争首年可让全球损失约10.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产出的1/10。CSIS 做了24轮中国登陆兵推。他们说，在美国、日本介入的前提下，多数情景下中国无法占领台湾，但各方舰机与人员损失惨重，台湾经济几乎被打穿。这套威慑逻辑就是，你只要把账单标得足够贵，贵到任何理性人看了都手抖，战争就不会爆发。但把刹车踩得有多死，其实只算了半张账单，你更得看踩油门的人心里到底在算什么。华盛顿的经济模型最容易忽略的是，战争从来不是上市公司做并购，你亏掉10万亿，董事会确实会把 CEO 当场扫地出门，可一旦这场豪赌被冠上民族复兴4个字，记账的方式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巨额亏损可以改名叫必要牺牲，外部制裁可以理解成为短暂的历史考验，老百姓日子勒紧裤腰带也能被算成必须承受的历史代价。但只要决策的人发现拿下台湾能一次性改写全球芯片链，撕开第一岛链，重塑全球核威慑，和美国双强并立，甚至彻底锁定自己的历史地位，那这10万亿美元在他眼里就从一张劝退的罚单变成了一张通往王座的入场费。所以今天狗剩就不重复说拿下台湾中国会失去什么了，咱们今天说说打下台湾中共到底能拿到什么，打下台湾对于平平的诱惑咋地就这么大呢？虎哥，我跟你说啊，估计瓶子，你听哥跟你说，嘀咕嘀咕嘀咕。我跟你俩说，哇啦哇啦哇啦，说就知道说。来，你们3个上来说。普京，你说，我刚刚讲啥了？打仗以前要先吹牛逼吓唬敌人，告诉他2周之内把嘴给我闭上。怪不得你乌克兰打不下来呢，天天就会在我上课的时候吹牛逼，上课不听，作业不做，全班就数你最差。还有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让他影响你，你是马上要打台湾的人，你想变得和他一样吗？我看你也快了，你这样也别台湾回归了，你回归台湾吧。嘿嘿嘿，笑，你还敢笑？说他们没说你是吧？你打好了啊？你看你那伊朗打的，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都给我后面站着去。还有那个谁，别吃鼻涕了，好好听课。嘿嘿嘿。好，咱们先做一个对北京最有利的极限假设啊。假设某一天北京顺利拿下了台湾，清晨硝烟散去，台积电新主厂区，它就奇迹般的完好无损了。无尘室灯火通明，价值数亿美元的 EUV 光刻机连一道划痕都没有，而且工程师还全员在岗。那请问中国算拿到了台积电了吗？不算拿到，他们只拿到了物理设备，并没有真正拿到这家工厂的灵魂。很多人把芯片厂当成了金矿了，只要拿到了，明天咱就能接着挖金子。但现代晶圆厂并不是一座孤岛，生产芯片需要全世界配合才玩得转，需要美国人设计的软件，荷兰人提供光刻设备，日本那边保质期特别短的特种光刻胶，台湾地区则负责把好几千道非常严苛的工序小心翼翼的一点点搞好，误差得控制在纳米级。当然，开源情报社区很多人说荷兰 ASML 手里有个一键锁机的后门，让你就算拿到机器想用都用不了。目前看到这个消息挺靠谱，但其实这玩意儿还不一定用得到。光刻机不是买回家50年不坏的 AO 史密斯热水器，它需要各种的维护，经常换零件。今天坏个特种阀门啦，明天美国软件授权过期了，后天原厂的外国专家不来检修了，都干不下去。所以大家眼中的台湾价值最高的尖端产能，实操中其实最难被缴获。那打下台湾，在产业上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不是，绝不是。
台湾工业的真正底牌可远不止那几台最尖端的光刻机。从新竹一路往南，到台中、台南、高雄，车程不过1个多小时。可就在这短短100多公里的狭长走道上，密密麻麻塞满了全球绝无仅有的半导体中后台生态。从日月光那样的封装测试，到大肚山下给半导体配套的精密机床，再到特种化工、高阶载板和庞大的成熟晶圆厂，一个工程师早上在电脑上改了图纸，中午就能送到隔壁镇打样，下午就能直接在封装线上测试了。这种几十年来长在骨肉里的产业集群密度，全世界根本找不出第二个了。有趣的来了，这套底盘不怕被远程锁机，2纳米的尖端设备确实娇贵，需要外国专家天天伺候，随时联网授权。但生产20纳米以上那些成熟设备，还有那些满大街的封装产线、特种机床，更像是一群皮实耐造的工业老黄牛。他们不需要每天连着欧美的服务器打补丁，断了外网照样能轰鸣运转，换上常规备件就能持续出货了。西方根本不可能隔空把他们瞬间瘫痪，而这套扎实的底盘恰恰是大陆胃口最大也最急需的工业主食。很多人以为芯片只用来造手机，但现实商业里漫山遍野跑着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和智能电网，肚子里塞满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成熟制成芯片。只要这套台湾工业大动脉存活下来，顺势接入大陆本就独步全球的组装与消费市场，北京就能得到一条从原料、机床、代工到终端装配彻底贯通的超级产业链。尖端芯片固然耀眼，但在真实的商业版图里，这种量大管饱、天天造血、谁也关不掉的成熟工业底盘，才是真正稳稳生钱的硬资产。那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先进制程全面停摆，这堆厂房就没用了吗？不，它会转化为另一种更隐蔽也更具威慑力的地缘资产，就是芯片副产的控制权了。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做过一场半导体兵推，结论让华盛顿非常脑壳痛。如果台湾的先进芯片被中国大陆控制，特朗普和盟友短期内几乎无牌可打。只要北京实际控制了厂房、设备、库存、知识产权和核心工程师，手里就等于攥住了一个全球科技界都急着重新拧开的总电闸。现在 AI 这狂暴的态势，芯片怎么能少呢？所以什么时候允许外国专家回来检修，哪家跨国巨头的订单优先恢复供货，用什么货币结算，这些原本纯粹的商业细节，很快就会成了北京谈判桌上的重量级筹码。一座停摆的晶圆厂照样能发出一张强制各方坐下的谈判邀请函，北京完全可以拿这个复产时间表去交换停火协议，解除经济制裁，甚至他还能要求外部世界默认台海的新现实，不能马上生产不代表没有价值，只要让全世界相信唯有咱平平能决定何时重开电闸，这本身就是最高维度的战略博弈筹码。聊完这些硬核的厂房设备，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还会蹦出另一个更直观的念头，就算先进制程一时半会儿开不了工，台湾可也是出了名的富得流油啊。真打下来，光是把岛上的天量财富接管过来，不也是一笔泼天的收益吗？很多人脑子里演的其实还是古代破城分金银的戏码。城门一开，几百辆大卡车开进台北央行的地下金库，一箱箱美钞、金砖直接拉回国库充公。Oh yeah！ 而且看账面数据确实诱人啊，台湾坐拥近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海外净资产高居全球前列，妥妥的超级大债主。但这种抄家式发财是个幻觉，轻得一倒，平平吃不饱。现在的钱早就不长在金库的铁架子上啦。台湾那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多数不在岛上，钱作为一串串电子代码，以美国国债、欧洲债券的形式，趴在美联储、纽约和伦敦各大清算银行的托管账户里。你占领了台北的一栋大楼，和你能不能把纽约账户里的钱划走，中间隔着整个西方金融体系的铜墙铁壁。你看啊，俄乌战争一爆发，俄罗斯放在海外的3000亿美元外汇当场被冻结，就是最现成的教科书了。只要战争打响，这笔钱在国际账本上马上就会被一键拉黑了，你连一个美分的购买力都拿不到。那岛内的银行呢？各家金库里堆着的新台币，一旦脱离了原本的国际贸易信用体系，本质上就是一堆纸。你接管了台湾的金融系统，拿到的不是可以直接去国际市场上买石油、买粮食的硬通货，反而是2000多万民众每天要取钱啊、要结算啊、要兑现的庞大负债表。你这是接盘了一座必须由你自掏腰包去兜底维稳的巨型提款机呀！在现代战争中，流动的金融资产就像阳光下的泡沫，枪声一响就破了。北京打下台湾，根本不可能靠缴获现成的金银财宝来回本。在这场世纪豪赌中，北京在产业和财富上真正能吞下去的，就是2个底层筹码，一样是那套不需要联网打补丁，断了外网依然能轰鸣运转，
并且能跟大陆庞大制造业完美缝合的成熟工业底盘。另一样就是用整座岛的停摆当筹码，逼着全世界高科技巨头重新排队领号，做回谈判桌的议价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插上插头就能直接发光的手电筒，它是全球科技大厦里最重要的底盘，控制它，哪怕不能立刻满载供电，也绝对有资格决定谁能继续留在牌桌上。咱再说海啊，关于拿下台湾，网上有一种挺霸总的说法，觉得只要5星红旗在台北一插，台湾海峡就自动变成了北京自家的内河，咱平时设卡收过路费，战时直接拉闸关门，美日韩谁也别想走。这种把大国地缘博弈当成村口集资舰收费站的思维，格局实在太小了啊！首先啊，从国际法上讲，这事儿没法按内河来办。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国领海最多往外划12海里，两边加起来也就24海里。可台湾海峡平均有100多海里宽呢，两岸的领海在中间合不上盖子，超出的大片水域全属于专属经济区了。在法理上，全球商船在这里依然享有公海级别的自由通航权，它不是谁家后院的私家泳池。北京在法律上没资格直接驱逐路过的外国商船，但是法律给得了你通行权，却保不住船员的命啊，更保不住船东的利润表。台湾海峡每天流淌着整个东北亚工业的血液，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货物都从这儿过，占了全球海运的1/5，日本30%的进口，韩国1/4的出口，全指望这条大动脉了。北京拿下台湾后，是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封锁海峡的，它只需要把海警船、雷达和岸岛阵地往海峡两边移架，今天来划个演习区，明天登船临检违禁品，或者放风说某片水域疑似有水雷啊，你们可别过啊！只要风险的指针稍微往上翘翘，伦敦保险市场上的战争险费率就会原地起飞。各位，精算师是不炸船的，他们专炸财报，当过海峡的保费，贵到让韩国财阀和日本商社的财务总监双腿发软的时候，都不用你开火驱赶，全世界的巨轮自己就会停下来了。可能这时候有人会琢磨了，既然海峡走不了，那日韩商船往东绕一下不就结了吗？地图上拐个弯能有多难吗？各位，大国航运可不是网约车绕个环岛啊！如果台湾丢了，整个东海岸的花莲、苏澳全是解放军的前沿基地啊！谁敢贴着台湾东海岸的眼皮底下裸奔呢？所谓的绕道，意味着整条航线必须大幅向南向东大溃退，放弃马六甲直航，拐去走印尼深水区的龙目海峡或旺加西海峡，穿过苏拉威西海，再从菲律宾以东的西太平洋深处绕一个大弧线北上。这一趟下来，好家伙，单程航程凭空多出1-2千海里，船要在海上多漂1周，一条船往返多耽误10几天，就意味着全球同一批船队1年能跑的趟数直接缩水了20%，这等于没有沉掉一艘船，市场上却凭空蒸发了1/5的运力。当年红海危机，胡塞武装逼着商船绕到好望角，航程只增加了30%，亚欧航线的集装箱运价就在几个月内暴涨了3倍。而台湾海峡可是承载了全球近1半的集装箱运输啊，日韩8-9成的中东石油全指着这条路了。一旦被迫长期绕行，运费暴涨，港口压港，交期彻底失控。日韩那些高度依赖准时的供应链的半导体、汽车和重化工产业，成本优势就小很多了。水面上的账算到这里已经足够可怕的了，但这依然不是让五角大楼将军们夜不能寐的重头戏。真正颠覆大洋平衡的地理巨变藏在水面之下。现在我们越过台湾的中央山脉，去东海岸看一看，那里藏着中国海军做梦都想推开的一扇大门。我先给大家讲个对于北京有点憋屈的真实故事。2018年1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一路跟着一艘在水下潜航的中国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反潜机和护卫舰跟了2天2夜，最后硬生生逼着这艘核潜艇浮出水面，挂起了5星红旗。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啊，核潜艇是大洋刺客，最高职业信仰就是查无此艇，结果被人一路围观。不过啊，这真不能怪潜艇官兵，要怪只能怪中国周边的水文环境实在太让人绝望了。从渤海、黄海到东海，平均水深只有几十米到100-200米，一艘100米长、大几千吨的庞大核潜艇趴在里面，就像一头大象非要蹲在儿童浴缸里练隐身术。你哪怕憋住气不吱声，稍微翻个身，水花都能溅到天花板上。再加上冷战时期美日搞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水下监听阵列，潜艇要进太平洋，走宫古海峡或者巴士海峡那些窄口子，一出门就跟过安检一样，被看得一清二楚。滴滴滴，先生您身上是不是带了核武器了？麻烦拿出来一下。可是，一旦拿下了台湾，
这只困了中国海军70年的潜水鱼缸就被当场砸碎。潜艇只要从花莲或苏澳一出港，海底地形马上就是断崖式的暴跌，直接就是几千米深的太平洋深渊啊！还有啊，战略核威慑不光是你能射多远，能让对手永远猜不到你核潜艇藏在哪里的，才是掀桌子的真正底气。谁知道你哪天能不能突然从纽约冒出来，让我都来不及反应。台湾东海岸的深海就是给战略核潜艇买的一份顶级失踪保险，只要依托东部大山建立隐蔽洞库，潜艇一出港直接滑入几千米深的太平洋断崖。面对浩瀚的大洋，美日的反潜网马上就会体会到大海捞针的绝望。不仅如此，雷达和防空导弹直接架上台湾东海岸，猎人和猎物的身份当场对调。而且你往深了想，台湾被统一了，还会引发一场恐怖的算力大释放。过去大半个世纪，台湾就像一个大大的黑洞，吸干了中国最高等级的军事规划、最精锐的装备和最核心的情报资源。东部战区几代军人的假想敌全在这条100多公里的海峡上。假设有一天啊，搞定了台湾，这台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就会很快腾出手来。那些原本用来打登陆战、反介入的军舰、导弹、卫星，这些资源就腾出来了。他们可以去钓鱼岛，去控盘南海，去印度洋，甚至去更远的远洋基地。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比拿下一座岛更爽的是终于关掉了一个长达70年疯狂吃内存的超级后台程序。打下台湾不是在地图上抹掉一条名叫第一岛链的虚线，它能把中国前沿火力的重心向着太平洋腹地平移了1000公里。聊到这里，我们盘一盘北京手里的筹码吧。工业上攥住了全球科技界停摆的总电闸，海面上握住了拿捏东北亚经济大动脉的高压阀，深海里拿到了让大洋幽灵彻底隐身的直通卡，战略上释放了被锁死70年的超级军力。算到这里，这场世纪豪赌的收益已经能让平平偷着乐了吧？但这依然不是最高潮。我们接着说第一岛链啊，平时大家在新闻里总能听到第一岛链这个词，很多人看地图以为这就跟咱们老祖宗修长城一样，是一堵用石头和岛屿垒起来的海上防波堤，觉得只要打下台湾，就是在墙上拿大锤砸，80砸出了一个豁口。这是二战时候的抢地盘思维了。在今天，第一岛链的本质是美国在二战后花了大半个世纪在西太平洋精心编织的一条承诺链。为了方便理解啊，你可以把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想象成一家开在全球的超级安保理赔公司，满世界溜达的航母战斗群是它的广告牌，驻日驻韩美军基地是它的实体营业网点，而它真正卖给亚洲盟友们的核心产品只有一个，就是一份叫做出了事美军一定来救你的安全保单。日本、韩国、菲律宾那都是交了天价保护费的 VIP 客户啊。那台湾呢？因为历史原因，台湾虽然连个正式的纸质保单都没有，但微妙的是，台湾偏偏是这家安保公司放在大街橱窗里最大最招摇的一块金字招牌。美国每天都在橱窗前拿着大喇叭喊，谁也不许动它啊，谁动我跟谁急眼。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清晨，北京的大军跨过海峡，一脚踢碎了这个橱窗，而号称天下第一的美军要么没敢下场，要么下场了却灰头土脸的没打赢，你猜猜全亚洲围观的那些交了保护费的小兄弟们心里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国家跟人一样，信仰一旦崩塌，动作马上就会变形。大家还记得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仓皇撤退，喀布尔机场几千人追着美国 C-17 运输机跑的画面吧？当时全亚洲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但阿富汗毕竟只是帝国坟场，而台湾可是美国亚太核心利益的试金石啊！如果你连台湾都保不住，东京、首尔和马尼拉的政客们会马上引发一场地缘政治上的雷曼破产时刻，也就是对美国信用的超级大挤兑了。大国崩塌往往不是因为金库被偷了，是储户们觉得你没钱了，排着队去取款，活活把你挤兑死的。盟友会立刻掏出算盘，重新计算美国承诺的折现率。一旦美国大概率罩不住我了这个念头被写进亚洲各国的绝密评估里，这种想法就删不掉了。你看离得最近的日本，前首相安倍生前老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很多人以为这是在对中国放狠话呢。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短短110公里。天气好的时候，你骑上你最爱的小摩托，在岛上肉眼都能看见台湾的中央山脉。台湾一丢，日本的西南诸岛马上就从同盟的大后方变成了被解放军枪口顶着脑门的最前线。日本的能源和贸易生命线从此全被捏在了北京手里。缺乏安全感的东京会怎么选？他们会连夜算账，
连武装到牙齿的台湾，你美国都保不住，你会为了个荒无人烟的钓鱼岛去跟北京死磕？韩国那边，北边有个天天放二踢脚的金将军，自己又深度依赖中国大市场，一看美国在台湾栽了跟头，首尔财阀和政客的第一反应大概率是买两面旗子，两头下注。现在韩国国内想自己造核武器的民意已经超过70%了。如果美国的保护伞漏雨了，首尔关于自主核武装的讨论就会很快从电视名嘴的吹水变成青瓦台地下室的实操预案。至于菲律宾，选择就更直白了，看到台湾没了，菲律宾马上就会回过味儿来。以后美军再想拉着菲律宾去南海搞点摩擦，马尼拉大概率会双手一摊。大哥，为了几条鱼把命搭进去，这买卖傻子才干。你看，岛链断的是地理，地理缺口，美国还能退到关岛去补，而承诺链断的是信用缺口，是没有工程预算的，那是拿多少艘航母都补不回来的。北京只需要用拿下台湾这一个动作，向全亚洲证明，看，美国人的安保神话是假的，只要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亚洲的安全格局就会自动重写，美国的势力将被物理和心理双重逼退，他在亚洲的领导成本将成指数级暴涨，而中国将在一夜之间真正登基成为西太平洋无可争议的话事人。各位，咱们盘到这里，工业电闸攥在手里了，大洋通道打开了，现在连美国佬的安保神话都给干碎了。这三大红利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足够解释中南海的人为什么愿意扛着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要非打不可了？不，这也还没到最高潮呢。如果真的只算经济和地缘的外账，决策室里永远会有人拿着计算器跳出来说，10万亿美元的代价还是太高了呀，我们要不还是再等等。要理解这场世纪豪赌中最致命、最无法抗拒的诱惑，我们要把视线从广阔的太平洋收回来，向内看，看向权力的最深处。弯，早上好呀！这台湾湾还脸红了，肯定是暗恋我。台湾湾，快看，嘿嘿嘿。真可爱，好想得到你。台湾湾，我们在一起吧。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没想到你是缠我的身子。无论隔着多少海里，要付出多少代价，我都要和你在一起。我宣你。对不起，我不宣你，我家里人也不会同意的。我会一直等你的。这么多年了，终于又见到你了。台湾湾，我宣你，别不好意思，和我走吧。你不要过来呀！王局，这么黑，你戴着墨镜能看清楚吗？狗剩啊，我给你点钱，下次别给我看这么猎奇的玩意儿了。不戴墨镜，我明天就得去治眼睛了。我王局拍案做发达了，一下赚了100亿美元，我这100亿美金我不要了。我全都送给张狗剩。大陆把台湾统一了，如果是完美到不真实的理想状态，肯定赚翻了。但国家赚不等于每个人都赚，反过来说，国家亏也不等于每个人都按比例亏。而且决定要不要按下开打按钮的，从来也不是14亿人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集体举手，做最后决定的也就只有平平了。所以最后这笔账得问得更具体一点，习近平本人能得到什么？1949年。中共赢得了大陆，但并没有消灭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也就是在北京自己的历史叙事里，中国内战其实一直没有真正落下句号。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却没能拿下台湾；邓小平设计了香港、澳门回归的框架，却把最难的一块留在了海峡对面。江泽民、胡锦涛管住了局面，也都没有完成统一。这就让台湾变成了一顶非常特殊的王冠，它只能被一个人戴上，而且一旦被别人先带走，后来者永远没有第二顶。你修1万公里高铁，下一任还能接着修；你造10艘航母，下一任还能造第11艘。GDP 翻一翻，后人也能再翻一翻。
唯独完成统一这件事是一次性消费品，谁要是做成了，功劳永久封存。2019年那会儿，他就说了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共20大报告还把解决台湾问题写成党的历史使命和坚定不移的承诺。当一件事被叫做政策，它可以调整；被叫做目标，它可以延期。可一旦被写成历史使命，那就等于告诉全党，这事儿肯定得做。如果台湾真的在习近平任内被拿下，中共的党史排序会直接重新洗牌了。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就可以宣称自己让中国统一起来、强起来。他不再只是毛、邓之后的一位领导人，而会被历史塑造成和毛、邓并排的第三座历史山峰。甚至在某些叙事里，他还会比前两人多一枚别人没有的勋章。毛没有完成的领土统一是他完成的，邓没有等到的民族复兴是他兑现的。2018年频频修宪，删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权力你可以延长，但每延长一次都需要一个比我还想再干5年更体面的理由。台湾恰好能提供一个近乎无限续杯的历史任务。没开战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啊，关键时刻可不能换舵手啊。战争打起来了，可以说大敌当前，临阵怎么能够换统帅呢？仗打赢了，又面临台湾百废待兴，外部制裁凶猛，战后重建更不能半路换人了。战前、战中、战后3段历史都能导向同一个结论，现在都不是交班的时候。而且一场成功的战争还能像一台巨大的历史洗衣机，把过去所有不好看的旧账一起塞进去洗白。房地产怎么了？地方债怎么了？疫情乱风控怎么了？政策折腾造成的损失又怎么了？在完成民族统一的巨大叙事面前，这些都可以被缩小成通往胜利道路上的暂时阵痛，都是小问题。和平时期，领导人每年都要被拿经济、就业、收入这些考卷打分，可战争一旦胜利，它就等于只答对了1道题，却可以把前面所有错题的分数全部覆盖掉。历史功绩是最高级的政治免单卷。而且战争带给政权的还不只是胜利那一天的欢呼，战争本身就是一套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器。和平年代，老百姓会问房价、工资、养老金，会讨论政策对不对，也会追问谁该为错误负责。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所有问题都很容易被重新翻译成新问题了。物价上涨可以叫支援前线，消费下降可以叫共克时艰，资本外逃可以叫资敌，质疑战况可以叫动摇军心，你反对最高决策甚至可以被包装成给敌人递刀子。资本管制、网络审查、物资配给、人员流动限制、对社会组织的全面整顿，这些在和平时期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遇到成本和反弹。可套上国家生死存亡6个字，很多改革就能一口气推进10步。所以从中共的角度看，统一当然是目标，但动员本身也是收益。频频能借着战争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他理想的样子。还有最后一层收益，这个可能比延长任期、重建合法性还要重要。台湾对中共真正刺眼的地方，不只是它亲美，也不只是它卡在第一岛链上，它作为一个现实存在，每天都在证明一件北京很不愿意让大陆人反复琢磨的事：一个使用中文、继承儒家文化、由华人组成的社会，也可以搞民主选举，也可以让反对党上台，不同意的也可以举手，也可以让领导人被媒体天天骂。在中共的制度叙事里，它就是一面摆在海峡对面的镜子。北京说中国太大，没有共产党就会乱，镜子里的人却定期投票。北京说军队必须听党指挥，镜子里的军队已经国家化了。北京说稳定压倒一切，镜子里蓝绿吵得鸡飞狗跳，互扔猪大肠，政权却能和平轮替。台湾越民主越富裕，越能正常运转，这面镜子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就越麻烦，因为他争的已经不是台湾归谁，他问的是华人社会究竟只有一种制度答案吗？当然了，台湾自己内部现在把自己的民主体制玩坏成了啥样，大家也知道。如果台湾的民主真正变成了劣质民主，这面镜子也自然不存在了。一旦拿下台湾，北京得到的就不只是一块领土了，他得到了中国这2个字的解释权，是对1949年以来2套制度竞争的一纸终审判决。他可以向大陆民众宣布，看啊，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中共领导的道路赢到了最后，没有竞争者。当然，砸掉镜子不等于镜子里的那套价值就会消失。2000多万经历过选举、自由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台湾人，不会因为换了一面旗帜，第2天就集体删除记忆。砸碎的镜子，碎片很可能会扎手，甚至要让北京付出数十年的高压治理成本。但从权力的诱惑看，能够让这面公开展示另一种可能的镜子不再完整存在，
就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收益了。现在党内的人当然可以争论哪年打、怎么打，先封锁还是先登陆，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公开争论统一到底值不值得。因为一旦目标本身被写成民族大义，任何递上来劝刹车的账单都可能先被审查一下，你到底是在计算成本还是立场有问题。于是越靠近最高决策者，坏消息越可能被打磨，伤亡数字越可能被压低，胜利时间表越可能被缩短。在一个把决心当忠诚来考核的系统里，悲观本身就是一种职业风险。最后送到桌上的可能不是没人算过代价，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每个人都算过以后，默契的把最难看的那几页抽走了。我国内有个做兵推软件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事儿，他们做兵推的时候遇到打不过的情况，他们就修改参数，呈上去的报告都是中胜、大胜、超大胜。拿下台湾，北京可能拿到的不只是一座岛，它可能拿到全球科技产业重新开机的钥匙，拿到通往西太平洋的深海出口，拿到让美国同盟信用大幅贬值的支点。而对习近平本人来说，他还可能成为一顶能够写进党史、刻进教科书的历史王冠。这些收益未必都能兑现，但它们足够巨大，也足够具体，也足够诱人了。这就是为啥你只告诉北京台海战争会损失10万亿美元，并不能真正解释台海为什么危险，因为成本并不是诱惑的反面。真正的决策从来都是一边看代价一边看奖品，但这场战争的收益和代价从来不记在同一个人名下。国家账本上的收益往往都有明确的主语，中国控制了芯片产业啦，中国突破了第一岛链啦，中国重塑了亚洲秩序，某一位领导人完成了历史性的统一。可一写到代价，句子忽然就没有主语了，经济遭受重创，城市基础设施受损，供应链发生中断，人员出现伤亡，仿佛房屋是自己倒塌的，孩子是自己失去父母的，年轻人是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战争最危险的语法就是让获得者拥有姓名，让承受者变成数字。对国家来说，10万亿美元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但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餐桌旁永远空掉的那把椅子就是全部世界。对领导人来说，统一可以成为历史功绩，但对一个20岁的士兵来说，他并不想成为烈士陵园纪念碑上那个永垂不朽的名字，他还想的是能不能活着回家。在乌克兰的时候，我们拍摄了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在找外婆的路上失踪了，后来找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具烂臭的遗体。这位父亲从此人生的每一天都活在了痛苦中。国家可以经历衰败以后重新崛起，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可以在下一代教科书里修改上一代的结论。可人不是国家，一个人只有一次童年，一次青春，一个不能重来的今天。芯片停产了还可以复产，航线中断了还可以改道，同盟破裂了还可以重组。只有人的一生没有备份，不能复产，也没有第二条航线可以绕行。如果哪天大陆真的武统台湾，爆发了台海战争，那么这个战争算不算内战呢？中共肯定说是内战，国际上不一定认，但神奇的是，其实理论上，国共内战其实在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结束过。1949年的国共内战并没有通过和平条约或双方相互承认的政治协议正式结束。虽然历史上发生的内战不在少数，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没真正意义上的经历过内战。那种处在内在中的心理感受，我们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按照我们朴素的直觉来看待内战，这种困惑可能可以总结为：一群原本文化、语言、历史如此接近的人，为什么最后会走到互相开火这一步？跟大家同步一件我们筹备了挺久的事，我们全新的油管频道正确君今天正式推介给大家。正确君其实是国内科学界一位非常有分量的大佬，因为一些大家都懂的原因，他没办法亲自露面了，所以接下来他的节目由我来充当主讲人和导演，把他的认知和一手资料完整带给大家。前几天刚收到他发来的这期节目策划案时，我确实整个人被击中了，完全顾不上时差，大半夜拉着他连麦聊了2个多小时。明天这期内容会很震撼，源自顶刊 Science 刚刚发布的一项耗时整整30年的重磅研究。它之所以值得我们每个人看，是因为它把今天人类社会所有的撕裂、站队和群体内耗直接播到了最底层的演化基因层面。我们平时总下意识以为网络上的阵营互撕，现实里的群体仇恨，甚至是战争啥的，都是意识形态、利益分配或者现代政治制度搞出来的东西。
但这项30年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个认知，那种一旦抱团就迅速划定敌我，把昔日同伴搞倒搞臭，甚至去痛下杀手的残酷本能，早在人类诞生文明，甚至发明语言之前，就已经深深刻在了灵长类的动物底色里。看懂了这项研究，你能看清身边各种群体撕裂与对立的真正根源。你还会猛然意识到一个令人动容的事实，在这样残酷的生物本能之上，今天的我们竟然能跨越敌意，去信任陌生人，建立起大规模的文明与合作。这究竟是一件多么反本能、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啊！这期将在本周6晚北京时间6点，在正确君的油管频道准时上线，再次重磅推荐，咱们周6见啦！